关税战其实是美国的内战，烧脑指数是7颗星。如果把美国财政部比喻成一家公司，那么它就有点像美国版的恒大，都欠了很多很多的钱。不同的是，一个会破产，一个是不会。但是更加重要的相似之处是，他们都离不开现金流。恒大需要现金流来维持债务的运转，美国财政部也是一样的，它的债务总额超过了45万亿美元，光利息支出几乎是相当于1年的国防预算。钱可以印，但是利息是要真的付。而利息从哪里来？主要是来自于税收。那么美国政府的税收主要是来自哪里呢？这张图是来自2024年美国财政部的报告。你看，美国政府的收入结构是极度的集中的，个人所得税和工资税，就是社保加上医保，占了大约86%左右。这里的 tax withholdings 实际上就是企业在发工资时代扣的社会保障税和医保税。换句话来说，美国财政的主要收入是来自于个人，而企业所得税，我根据这个原始图做了一个列表，最高占比是10.7%，而2022年最低的是7.8%。你不觉得这个数据很恐怖吗？科技大国有那么多富可敌国的跨国公司，GDP 的世界排名是第一，结果企业所得税居然只占美国财政收入的10%左右，难道不奇怪吗？很奇怪，但是更加奇怪的是，2025年4月份，白宫公布了一份关税清单，南极洲附近一组被冰川覆盖、无人居住、只有企鹅的火山岛也被列入了征税的名单。是特朗普疯了吗？他可精明着呢，他要的不是企鹅的钱，而是跨国公司的税。过去20年，美国大型跨国企业通过离岸架构和利润转移，把应纳的所得税搬到了开曼群岛、百慕大、爱尔兰、新加坡等等。这些地方的企业所得税率是很低的，有的干脆就是零了。结果是苹果、谷歌、Meta、微软在全球赚的钱，绝大部分不在美国的账上。那跨国公司是如何隐藏利润的呢？以苹果公司来举个例子，苹果公司在爱尔兰注册一个空壳公司，专门持有苹果知识产权。假设一部在中国组装的 iPhone 以$400的价格卖给了苹果公司的爱尔兰子公司，爱尔兰子公司再以$900的价格将其卖给苹果公司的美国公司，而这部 iPhone 最终是在美国的零售价格是$1000。从账面上来看，苹果公司的美国公司只是盈利了$100，扣除运营的成本之后，其应税的利润可能接近于零了。这就意味着几乎没有可以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了。然而，真正的利润是在苹果公司的爱尔兰子公司赚取了$500。爱尔兰也是避税天堂，因此这$500的净利润实际上是被苹果公司收入囊中了，而没有缴纳足够的税款。那征收关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迫使跨国公司在关税和公司所得税之间2选1。什么意思呢？假设关税是20%，如果 iPhone 从爱尔兰进口的价格是$900，那美国就要征收$180的关税。那如果从中国直接进口是$400，那只需要交$80了。你看懂了吗？企业要么选择低价直接进口，让利润留在美国去交企业所得税，要么就选择离岸转卖，就得多交关税了。无论选哪一条，美国财政部都能够回血啊。那么为什么要对企鹅征收关税呢？因为如果不对企鹅征收关税，某个全是企鹅的无人岛可能下周就会成为跨国公司的下一个避税天堂了。这不是个别企业的聪明，而是整个时代的结构性的转变。要知道，在1950年代，企业所得税还能支撑起美国财政的1/3呢，到今天却只有10%了。财政部没有钱，那怎么让美国再次伟大呢？当然，关税战取得了一定阶段的胜利的。美国财政部最新的月度报告显示，2025年8月关税收入是$300亿，超过了过去2个月的企业所得税。这听起来似乎是一场财政奇迹了。但是问题是，谁为关税买单了呢？表面上看，特朗普把矛头指向了外国，说要让中国、墨西哥、欧洲为美国的伟大而付钱。可是财政数据是摆在那里的，买单的其实是美国人自己。
根据高盛的预测，2025年6月新增的关税负担当中，64%是落在美国公司的身上，22%是落在美国消费者身上，真正有外国企业承担的仅仅是14%。到10月份，这个比例可能将进一步的倾斜，美国人所承担的比例可能是高达75%。进口商品的价格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是上涨了。这就说明关税带来的新收入其实是从美国人自己的钱包里榨出来的旧钱。但是更加诡异的是，关税让财政部账面上好像是增收了，但是却是削弱了别的税基。美国财政部每个月下达公布的 MTS 显示，其中7月份的数据显示，联邦总收入约是4800亿美元，同比上增是1.7%，增加80亿美元。其中关税收入同比增加是200亿美元。但是同期来说，个人所得税和工资税的合计就下降了150亿美元，企业所得税是下降了大概是50亿美元。根据文件做了一个对比的表格，换句话来说，财政部确实是多收了关税，但与此同时，企业和个人缴纳的税是在减少了，抵消了关税的增量。也就是说，关税战表面上是对外的征税，但是实质上却是美国社会内部的再分配战争。什么战争呢？精英和底层的战争。你看，为什么特朗普要对哈佛大学开刀？为什么要冻结常青藤的科研经费，收紧外国留学生的签证，甚至调查大学基金会的资金来源？他打的不是教育，而是精英的命脉。常青藤大学从来不是为普通人而建的，它诞生之初就是为了上层社会为自己子女所设立的教育精英俱乐部。问题是，精英阶层也有一个烦恼，他们是不可能一代一代都生出特别聪明的脑袋的。没有聪明的人，谁能帮他们打理世界呢？假如有一个出身普通、成绩拔尖的亚洲学生，他被录取进了哈佛、耶鲁等等，其实是被纳入了整个精英体系，成为了新的执行层。常青藤需要源源不断地吸收聪明的脑袋，来维持这套上层社会的运转逻辑啊。毕业之后，他们流向了华尔街、硅谷、智库和政坛等等，成为维持知识、资本、权力闭环当中的中坚力量。特朗普玩的是反精英主义，难道特朗普要搞无产阶级革命了吗？怎么可能？他是一个极其精明的商人总统，他深谙一个道理，在民主体制之下，选票不在精英的手里，而在被精英体系抛弃的底层手里。他的反精英主义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策略啊，目的是瓦解旧有的权力联盟，重新组建一个以他自己为核心的新联盟。这背后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内生矛盾。那什么是资本主义的内生矛盾呢？简单来说，就是社会化生产与私有化分配的撕裂。财富在全球范围内被越来越高效的创造，但是却被越来越集中的瓜分。生产是社会化的，利润却是寡头化的。当然，我并不是在否定资本主义，任何硬币都是有正反两面的。资本主义确实是推动了科技的进步、财富的增长、生活水平的提升，但是它的结构性问题就是在于分配机制的失衡。其他几任总统是选择靠债务解决任何问题。小布什上台之后，反恐成了最昂贵的政治投资。阿富汗、伊拉克2场战争是烧掉了6万亿美元，债务翻倍，把民怨就转移到了海外。奥巴马上台之后，他试图修复社会，于是推出了医保改革，用公共财政为穷人兜底。可是资金从哪里来呢？负债呀。拜登是延续了债务繁荣，财政赤字，美元的信用也被一次一次的透支了。他们都是在用未来的钱支付当下的安宁。但是债务是有极限的，当利息支出即将超过了军费，财政部这个美国版的恒大的脆弱性，它就暴露无遗了。这条路是已经走到了尽头，而特朗普的道路更为激进。他不用未来的钱，他利用是反国际秩序的姿态来对冲国内的阶层不满。他让外交政策变成了国内政治，让全球化变成了替罪羊。当他退出各种协定、撕毁条约、发动关税战的时候，
看似是在重塑国际规则，实则是在重建内部的权力联盟。它能成功吗？恐怕很难。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挑战资本的逻辑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好了，我说完了。写这篇文章 CPU 都是烧干了，我得去大吃一顿早餐了。再见。